你知道价值几十万的金枪鱼是怎么样饲养出来的吗？时刻保持高速游动的金枪鱼是肉质鲜美的主要原因。海中的巨大圆形网箱便是金枪鱼养殖场地。为了满足生鱼片的供应，同时为自己提供高额的收益，岛国里的人想出各种办法饲养金枪鱼。青鱼是金枪鱼最喜欢的一种鱼类。金枪鱼一生都在游泳，因为它不能停下来。金枪鱼会进化出感受外界变化而游动的大脑，因为它的鳃部已经退化，只能一直张着嘴，并且保持高速的游泳速度，才能让水流通过鳃部带来氧气。即使在睡觉时，也要保持一直游泳的状态。所以它一生为游泳而生，一旦停止游泳，便代表了它生命的终结。由于金枪鱼的一生都在游泳中，才导致了肌肉占它身体的80%，而且肌肉群的毛细管非常的发达，心脏也会比其他鱼类大。需要加速游泳时，心脏也会加快跳动，以达到为肌肉群供氧提供动力。流线型的外观大大减少了水流的阻力，同时还进化出细小的鳞片，高频率的抖动尾巴如同马达，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。这样的体型轮廓简直就是为游泳而生。在捕食猎物或者被掠食者追踪时，能瞬间提速到160公里每小时。为了饲养这种昂贵的鱼类，岛国里的人开始从幼苗进行饲养，通过人工受精的方式提高幼苗的出生率。只有了解金枪鱼的习性，才能孕育出高品质的幼苗。当幼苗长大到一定体型时，他们就开始将幼苗运输到海中的养殖网箱里。漏斗式的养殖网箱便是金枪鱼养殖的场地。巨大的网箱是由一张巨网和铁支架作为支撑所组成，直径25米，高15米。里面的金枪鱼会以高速的游泳速度围绕着网箱打转。这样的网箱还要有工人进行维修和检查，以确保网箱里的金枪鱼不会逃跑。投喂食物时不得不穿上潜水装备进去网箱里投喂。投喂食物时，金枪鱼会加快速度进行抢食，从30厘米左右的长度生长到1米需要2年的饲养时间。这一过程是非常漫长，所需要花费的成本也是非常高。成年后的金枪鱼为他们提供高额利润。网箱网底部有时也会发现死掉的金枪鱼，他们不得不打捞上来检查死亡的原因。经过他们的分析，由于环境的变化，突然的光或者声音吓到，使得它撞到网墙里或者铁柱时才导致死亡。由于游泳速度太快，导致撞击时承受巨大的冲击力。养殖金枪鱼的过程非常的繁琐，挑选怀孕的金枪鱼经过人工受精，再培育成年的金枪鱼是一件漫长的过程。到了21世纪，澳大利亚和岛国里的人才开始获得这项技术。岛国里的海鲜市场是最繁忙的一个集市，特别是金枪鱼的交易。生鱼片是他们最常见且昂贵的食材，特别是金枪鱼的拍卖，价格一年比一年高。一条长3.2米、重达680斤的超大野生蓝鳍金枪鱼竟然卖到160万。由于野生金枪鱼的数量不断减少，再加上高额利润的驱使下，他们选择了人工饲养。在文化的入侵下，我们一些高收入人群也开始吃寿司，自然少不了金枪鱼生鱼片。但目前为止，金枪鱼的供应很大部分都是在海里钓鱼过程中捕获的。有些渔民会通过沿绳钓的方式快速地钓取海中渔获，当然这种钓鱼的方式也会引来监管部门的监督。经过检查过程中，他们有时也会发生冲突。大肆的捕捞会减少野生金枪鱼的数量。2014年，他们就开始着手研究人工饲养的方法。进行人工饲养之前，必须了解蓝鳍金枪鱼的习性和生活习惯。这种锥心的养殖网箱是他们最先开始养殖金枪鱼的基地。他们不得不每天潜水进去检查网箱，气候不好时，金枪鱼也会集体死亡。这样的损失打击非常的大，而他们不得不将死掉的金枪鱼打捞上来。2个水下网箱580条蓝鳍金枪鱼，其中竟然死掉了300条，超过了一半的死亡率。为了查明原因，他们只好将死掉的金枪鱼进行解剖，检查到胃里还有食物，并不是因为吃不下东西而死亡。在尸检的过程中，将肌肉组织取样检查，头部受到重创，肌肉群内也出现了出血的现象。经过他们的分析，应该是海上的强风导致金枪鱼躁动不安，不断的撞击网箱导致死亡。金枪鱼对环境非常敏感，环境少许的变化也让金枪鱼躁动不安。网箱里的杂物掉落下来也会影响金枪鱼鳃部正常呼吸。缺氧后的金枪鱼也会躁动不安，以致它们撞击网箱时才会导致大量死亡。吸取教训后，他们对网箱进行改造，选择了圆形网箱，而且还是开口的，方便他们检查网箱和投喂食物。此时的蓝鳍金枪鱼饲养有一套全新的供应链，投喂的青鱼还有厂家进行供应，每次运输过来的青鱼都高达几十吨。为了保持新鲜，青鱼都是冰冻过的，投喂之前还要放到冷冻库里进行冷藏着，投喂时拿出来解冻，等待青鱼解冻完就可以进行投喂。投喂的过程中能引起金枪鱼快速的抢食。收到客户订单时，
工人就会利用高压吊钩将金枪鱼吊起。钓上来的金枪鱼基本上都有200斤以上。工人会对蓝鳍金枪鱼现场解剖，拿到岸上还要进行打包处理。打包好的金枪鱼快速运输到客户的手上。收到货的工人会对金枪鱼每个部位进行解剖，不同的部位以不同的价格售卖给食客。人工饲养的蓝鳍金枪鱼已经有一套完整的流程，这就是蓝鳍金枪鱼人工养殖的发展史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。世界因为有你才会变得更精彩。